无涯一边辩解，一边要抵挡住天东的攻击。就算是他的身手再厉害，也有疏忽的时候。一个不察，天东软攻一招，长剑朝着面前一刺，落在了无涯的左肩，穿过了他的肩头。好了，天东，你先回来。见无涯受伤，莫离也有些不忍。没拿什么东西就不是贼？那我今日想要杀了他，却没有动手，你这又算是什么？无涯语塞，他唯恐秦青受到什么伤害。天东这一剑倒是让他清醒了不少。论心计，他比不过景云；论耍嘴皮子，也比不过莫离。你现在就回去，收拾好你的东西，给我滚出燕王府去。至于这个女人，看我心情。见到景云过来，无涯也不再和莫离多说，而是又准备跪在景云面前求情。膝盖刚刚举起，景云脚尖一动，将面前的一块石子踢到无涯的膝盖上。一番剧痛，无涯直接倒在了地上。李无涯，你这番大礼本王受不起。李无涯，从今日起，燕王府与你再无任何干系。本王给你一盏茶的功夫，你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，到账房领了这个月的月钱就走吧。燕王府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如此，王爷是当真要将属下赶出燕王府吗？不是赶，是气。本王可没有那个本事将你赶出燕王府。这番话也不知道是嘲讽，还是想要给无涯留一点尊严。无涯身子微动，他心里清楚，走到现在这个地步是他自己导致。看向秦青，见到他眼中一片恐慌，又猛地跪在地上，这次是朝着莫离不停地磕头。莫姑娘，你在当初地府的时候，无涯曾被王爷带回来过火焰草的情分上，能否放了青儿？莫姑娘，你在当初地府的时候，无涯曾被王爷带回来过火焰草的情分上，能否放了青儿？莫离听了，怒极反笑。好好好，从此你们二人和燕王府和阿云再无任何瓜葛，好自为之。当初的一片忠心，如今倒是成了无涯的交换筹码。李无涯，今日你出了王府大门，以后要是再见，本王不会手软。景云眼中幽暗，无涯的背叛比起景灵帝他们的阴谋诡计还要伤人。只希望日后秦青不会让无涯失望。莫离轻叹口气，他与无涯也算是并肩作战过，见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不免有些可惜。他会不会失望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明日便要离开了。景云反握住莫离的手，低头看着他的脸。这次离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他好不容易与莫离互诉衷肠，再加上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对，明日就要离开，还真是有些舍不得。唉，圣京城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留下的，我跟你一同前去不就好了吗？景云摇头。景灵帝严明，让我守军规。军规？莫离皱眉，气得鼓起了脸蛋儿。军规就是不让我去吗？不行，我去皇宫。景云一把将莫离拉入怀中，从背后搂住他，下巴放在莫离的头顶，低沉清冽的声线从莫离的上方传来。我不会有事的。其实你不去也好，军中男子多，想来也是不方便。而且这次的贼匪有些不同寻常，我也怕你去了那样的地方，顾不上你，会让你遇到危险。莫离知道景云的想法，无奈的点头，一双手附在景云的手背上。小小的娇嫩的玉手企图覆盖住景云那双骨节分明，看起来让人心安的大手。那你千万小心。这次剿匪如果成功，
景云就多了一张王牌。到时候这整个大景，就算是有人想要动他半分半毫，那也要好好的掂量一番。只是莫离也不是这么容易服软的人，明知道景云此去凶险万分，让他不管，这也不可能。背对着景云，他也看不见莫离此刻眼眶里在打转的眼珠子，唇角微微上翘，眉梢扬起。哼，既然景明帝不让我去军队里，那我就不去了。你要是这次受了半点伤，掉了一根头发，我拿你试问。好，若是掉了一根头发，任你处置。此生能有莫离在身边，他已然无悔。圆月高悬，莫离趴在桌前，手中捏着朱砂笔，不停地在黄纸上画符。面前已经有一堆高高叠起来的，只是看他的样子，好像就是觉得不够。阿离，我虽然不知道回来的时候，可也不需要这么多吧？哼，我这是给我自己的，这些是给你的。抽出3张，轻飘飘地落在景云的面前。哦，只有这3张。不然你还要多少啊？哼！哼哼着，莫离又准备低头画符，可笔尖还未接触到符纸，忽的便觉得天旋地转。等莫离回过神来，自己正坐在景云的腿上，双手下意识地搂住他的脖子，姿势很是暧昧。阿离，我明日去剿匪，你就如此狠心，画一晚上的符，还只给我3张。景云语气里略带委屈，如此靠近着，莫离可以清晰地看到景云比女子还要细致的皮肤，还有浓密纤长的睫毛，那双浸了水似的桃花眸子眨巴眨巴，薄唇水润，眉间那一点朱砂，让景云整个人显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，恍若仙人。咽了一口口水，莫离收起了花痴。我这不是信任你吗？那我岂不是还要感谢阿离的信任？嘿，那是自然啊。既然如此，我是不是得好好谢谢你一番？废话。莫离眯着眼睛，话音刚落，景云倏地低头，薄唇印上莫离微微张着的樱桃小嘴。不等莫离回过神来，就加深了这个吻。莫离先是惊愣，除了在景云伪装成北堂靠近他的时候，在假山后的那次如蜻蜓点水的吻，两人从未如此靠近过。这个吻来得热烈又小心翼翼，时时刻刻透着景云的浓浓爱意。对莫离爱得热烈又爱得小心翼翼，将他呵护在手掌心里，放在心头，任何人骂不得，碰不得，欺负不得。莫离也干脆，双臂向前伸，搂住景云的脖子，与他一起沉沦在这个吻中，是要将这一吻吻到天荒。许久，两人才慢慢分开，唇上带着水光，呼吸也有些急促混乱，对视的眸子里浸满了情意。阿离，等我回来。莫离不作声，只是靠在景云的胸前。突然传来一阵咳嗽声，莫离和景云两人纷纷顺着声音看去，却见到11皇子的魂魄悠悠地从门口飘进来，清白的脸上带着不自然的表情。他不是故意要看的，只是一进来就见到了两个人激烈的拥吻。哎，教坏小孩子呀！景云紧蹙着眉，这一看就是小鬼，想都不用想，定然是来找莫离的。那一身衣服像是宫里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，你要是不说，我就将你丢出去了。不是的，母妃说想要谢谢你。
让我来把这个给你。母妃？景云觉得奇怪，这鬼魂竟然是皇宫里的。仔细打量着他的五官，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个人的脸，李贵妃。母妃说，多谢莫姑娘的大恩，这是她的回礼，便两清了。莫姑娘，哎呀，不是我不接，你母妃有些想多了。阿云身上的蛊我早已解开，不需要这个。解开了？是，你回去同你母妃说，我那张符只能护她一时，不能护她一世。真要想办法脱身，就得自己另外想办法。这件事情我只是帮你，跟你母妃没有任何关系。真的要还这人情，该还的人是你。至于你母妃，哼，说的难听一些，我恨不得她现在就死了。当年的事情需要逍遥王和母妃去解决，如今我也只能说一声抱歉。景云见到这身为小鬼的11皇子，忍不住侧目。也不知道是李贵妃没有福气，还是景灵帝没有这个福气。这只鬼比起活着的景彦杰和景彦兰都要好很多。11皇子走后，景云这才缓缓开口：如果这孩子活着，还真是让人佩服。唉，他就是因为当了鬼，看透了生死，这才能有如此心境。要是生下来了，活在皇宫里，只怕现在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皇子。你这么说倒也对。夜深了，阿离，我们歇息吧。今日啊，我便留在你院子里了。不行，你敢再靠近一步，我让你出了圣京城，日日百鬼生焰。如此，那我也只好出去了。只是这次出门，莫离在景云离开圣京之前都没有再见他一面，连告别都没有。景云穿着一身银色轻甲，长发束在银冠中，轻甲的领口处微微透出一点暗红色的内衬，气宇轩昂，一身轻甲倒显得景云一身肃杀之气。手持长剑，骑马在前头，身后跟着的是天东。阿离，我绝不与你说任何分离的话。好好在圣京等我回来。只要不说分离，就犹如他从未离开过莫离的身边。转头看去，圣京城的城门在景云的眼中第一次这么壮阔。出了这个城门，他便不再是圣京城里的王爷，而是统领军队的将军。这次需要剿匪的地方离荆州不远，景云这一路都没有任何表现，反而是他身边的天东，借着自己那一张看起来很是统治之气的脸，在军中倒是混得还算不错。天东，这几日圣京城如何？景云坐在大帐内，再有几日就到平州了。之前传来的消息说，莫姑娘在府中玩得正兴起，没什么大碍。景云点头，目光却倏地温柔起来。阿离性子偶尔孩子气，能这样倒也好。他在外剿匪，莫离能够在圣京城过得平安开心，那他也就没什么好牵挂的了。一出圣京城，他就觉得思念好像要将他吞没。若是不找些事情转移自己的注意，脑中就会浮现出莫离的脸。世古相思，景云却甘之如饴。传来的消息说，内伙贼人之中有人精通奇术。主子，您为何不让莫姑娘一同前来？阿离的身手大景人尽皆知，就连西岳的人都知道，那这伙贼匪也定然清楚。如果本王带着阿离一同前来，只怕反而会惊了那些人，将阿离置于危险中。主子，既然如此，此行定然要注意些。军中景宁帝势力，属下倒是查出来了些苗头，只是还没有确定。主子，天色不早了，
您早些休息，属下先下去了。天东走后，景云从怀中取出那3张被他小心贴身放着的符纸，灯光之下，目光渐柔。阿离，无论他走在何处，心中都有挂念，纵然隔着千里，知道那人好好的也是满足的。隔天大早，景云便穿好轻甲，领兵继续赶路，只要半日便能赶到平州城外。只是官道上不知怎么，前面突然多出来一辆马车，慢慢悠悠地走在最前头，丝毫没有要让路的迹象。景云听到手下小兵来报，目光越过前方的小兵，落在那马车上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倒是觉得这马车有些眼熟。天东，你上去瞧瞧，叫他们让开。马车的速度极慢，就算是小兵走路也比马车要快上几分。这么挡在前头，定然是故意的。身后千军万马，可马车里的人却岿然不动，这可能吗？天东赶马上前，正要开口问，却见到蓝扶桑一身青衣，笑眯眯地对着他招手。天东大哥，又见面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天东大惊，下意识地看向马车。那车中的是……聪明。蓝扶桑依旧笑着，却见天东的表情从惊愕逐渐转化为无奈，叹了口气，骑着马回到景云身边，小声耳语。景云听到天东的话，也是猛地愣住，随后带着薄怒，也懒得骑马，足尖猛地在马凳上用力，踩着马背，用轻功几个步伐就到了马车的车辕上。见到蓝扶桑，更是脸色铁青。他不想莫离跟着过来，就是不想他遇到危险。原以为莫离在圣经过得好好的，怎么反而还到了他前头来？阿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嘛。我说我会平安回去。见景云脸色不好，莫离也不管那么多，一头扎进景云怀中，2条手臂搂着他的腰。其实我就是想你了，真的想你了。你想我吗？莫离将脸埋在景云的怀中，脸上其实带着笑意，可声音听起来却是那么的委屈。景云毕竟也是第一次体会到感情的事情，哪里知道莫离的这点小心思，还真的以为莫离因为相思之苦，从圣京城一路赶了过来。我自然也想，只是这里不安全，军中还有景宁帝的眼线，你什么你啊？莫离抬起头，气鼓鼓地瞪着他。我又不是跟着你来的，景宁帝还能说什么不成？我嫌弃圣京城不好玩，我自己出来玩不行吗？只是恰好遇见了你而已。景宁帝又怎么样？我又不怕他。你总是这般天不怕地不怕。我在路上也听说了，这次的贼匪好像不寻常哎，你有什么法子吗？有一个，只是要等天东那边的消息。景云轻哼着，既然景宁帝特地派了人来帮他，那他就不客气了。见到景云眼中阴谋诡计的光，莫离抿着唇笑起来。景云每次露出这样的表情，总是有人要倒霉。不知道这一次会是这军中的什么人呢？在距离平州还有10里的地方，景云便让人停了下来，寻了地方安营扎寨。平州现在的情况，他们还需要派人去探查一番才行，而且也要探探对方的虚实。景云还是一身银色的轻甲，站在人群的最前头，眉宇间满是英勇，这一眼就让人完全信服。在他的面前是站得整齐、身披铠甲的众将士，阳光下闪烁着光芒，透出将士才会有的硬朗之气。公子啊，你对小王爷
还真是用情至真啊！哼哼，就你嘴碎。莫离哼哼了一声，目光继而转向平洲的方向。他跟在景云身边，也得到了不少关于平洲的消息。据说每次去进攻的将士刚接近那伙贼匪的地盘，就会觉得一阵头疼，随后就会失去意识。那些只剩下半条命回来的人也都说，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周围已经全是尸体，场面很是吓人。你说那城里的究竟是什么人啊？公子啊，我跟着涂山淼待的那一日，他有意无意的跟我说过一件事儿，我觉得好像他是故意跟我说的。什么？他说这世上有一种妖术可以和媚术相抗，也是狐族的。我觉得他描述的和昨日公子与小王爷说的那个情形有些像哎。继续说。他说狐族还有一种阴毒的妖术，已经禁了有些年头了，不过也不敢保证没有小狐狸修习。那个术法叫做勾魂术。勾魂术？他说这种勾魂术能学全的人已经没有了，因为这个术法已经失传，狐族的也只是残篇。可光是残篇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可以让人短暂的失去意识，那个时候那些人就是刀俎上的肉，任人宰割了。我知道了。涂山淼肯定是知道些什么。扶桑，你速度快，不如你现在赶回圣京城，找涂山淼问问清楚。我这边也有点法子，却不敢保证完全可以对付。怎么了？有些头绪，我让扶桑去找一趟涂山淼。你昨日说要看天东的消息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平州内的情况我们不清楚，自然是要一群人去试探一番。我随便点了几个人啊，让他们先去瞧瞧。随便？哼，只怕那些都是景宁地的人吧？想必这一路上，天东已经将军中属于景灵帝的人给摸得差不多了。有些事情啊，看破了别说破。随后景云便搂着莫离的腰回到营帐内，故意做出一副不顾军纪的样子。莫离也陪着他演戏，这些人喜欢看，那他们就好好的演。果不其然，那群人连平州城门都没有靠近，便纷纷失去了意识，一个人都没有再回来。阿云，你再这样下去啊，我都怕那些士兵将我拖出去打死了，一个个的那眼睛呀，看着我的样子恨不得吃了我呢。哼，没想到我出了圣经还能当上红颜祸水呢。他们若是敢动你一根头发，我便让他们知道平州是个怎样的地方。不行不行，你这计谋倒是将我在圣京城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好人缘给败完了。过2日啊，别让这些人对你愧疚不已，肠子都会青了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只是今日又死了那么多人，扶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不如我今日去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。景云点头，其实他也很好奇，平州内的那个贼匪到底是有什么本事，竟然分毫都伤不到他们，连平州都未靠近，恍恍惚惚的就死了。敕令，你鬼道！莫离2指捏着符纸朝着空中一扔，白光微微闪过，那2张符纸好像长了眼睛似的，落在2人的心口，隐约带着光。这符纸可以让我们短时间身边笼罩着鬼气，会让人觉得是鬼，因为有鬼气环绕，所以寻常人也看不见我们。阿离，我一人。我来这里又不是真的来玩的，你别想撇下我，我不是那些只会受人保护的，你知道的。前面便是平州了。景云指着前方的城门，却没有打算继续往前走，而是拉着莫离一直在旁边观望着。莫离没有说话，景云心思缜密，他停下来自然是有他的做法。
等了许久，便看见有一个人骑着马朝城门口冲过去，只是还未靠近城门口，便突然倒了下来。马儿没有什么事情，只是停了下来，站在那人的身边。那人倒下有一阵的时候，城门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。那人身上好像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袍，手中似乎拿着一把长弓。拉弓搭箭，呼啸片刻，地上晕倒的人心口处便插着一支长剑。他们隔的距离有些远，看不清楚对方的模样。现在走吧。莫离不解，但还是跟在景云后面，也不知是不是莫离符咒的缘故，他们周围飘荡的鬼气，在靠近城门的时候，周围的鬼气愈发的浓郁起来，就连景云都可以看见面前漂浮着的隐隐的黑色气体，包裹在自己的周身。逍遥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没想到圣经鬼使也在。阁下是何人？哦，我不过是个小人物，比不得二位。只是不知道二位夜里突然来平州，有何贵干呢？这平州是大景的天下，本王来看，还要与阁下打招呼不成？王爷说的倒也是事实，只是这深夜借着符纸进平州，是想要做什么呢？只见那人的手指微动，莫离和景云身上贴着的2张符纸倏地飞起，落在了那人的手中。莫离也是大惊，这个人实在是有些奇怪，这符是他落下的，他没有解开，怎么可能会被别人拿走？都说圣经鬼使的术法十分厉害，如今见了，不过尔尔。倒是让阁下失望了，只是说了这么久，我们还不知道阁下的名字，这样也实在是有一些不妥吧。平州外可从未写过什么不让人进来，这几日我们派了这么多人来平州，想要来平州买点东西，却是都没有回来。阿云身为王爷，要来看看，不行吗？都说圣经鬼使虽是女子，却也天不怕地不怕。二位在皇宫大闹的事情，我也略有耳闻。若是不介意，二位倒是可以进平州，我与二位好生谈一谈。随后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。在下平州陈不凡。陈不凡看向2人紧握的手，勾起唇角。二位的感情似乎很好呢，不过我倒是听说皇上似乎对莫姑娘不是很满意啊。二位的感情似乎很好呢，不过我倒是听说皇上似乎对莫姑娘不是很满意啊。我要他满意做什么？那倒是，莫姑娘如此好的一位姑娘，不需要皇上的满意。不过王爷娶亲不是要上报朝廷的吗？娶王妃可是要入皇家的宗蝶的，想来要不是皇上的缘故，以逍遥王对姑娘的喜欢，也是要成亲了吧。莫离转头正打算看一看陈不凡，可一转头却正好对上陈不凡略带狰狞的笑。月光之下，他那张脸比起一般的鬼都要苍白，眼中阴郁狠厉，咧着嘴，白牙森冷。莫姑娘有什么事吗？陈不凡收起笑容，也知道莫离刚刚看见了他的表情，没有半点忌惮，又故意的在莫离的面前露出那个笑容。没什么。莫离收回目光，心头猛地一跳，这次好像碰到的是个厉害人物。眼下还分辨不出来他到底是人是妖，也可能是鬼。前面便是我的地方，不如进去坐坐。现在夜色正深，平州也没什么好看的地方。好。我知道，
逍遥王此次前来是为了杀我，而且莫姑娘这次来也是为了帮王爷对付我的。你知道还将我们引进来？本王不善饮酒，本王也很好奇，你做这些是为了什么？平州城内谈这些才是最安全的，王爷心里应该最为清楚。哼，就算是在你的军中，那里也没有多少属于王爷的人，不是吗？皇帝老儿忌惮王爷，如若不是这样，王爷在圣经又何必做出那些事情？你很了解。所以王爷不想反了那皇帝吗？就算是为了莫姑娘。你这就严重了，阿云就算是要反，那也不单单是为了我。不严重，莫姑娘值得如此。逍遥王，您觉得呢？本王同景宁帝的恩怨，本王自会解决，可动大景的一分一毫不可。倒是听说过燕老王爷忠义，没有想到小王爷也是如此。不过这大景我要定了。陈不凡突然起身，抬起右手，手掌落在面前的石桌上。景云一直在注意陈不凡的动作，比起陈不凡的突然进攻，景云的动作更快，抱住莫离，长腿一伸，足尖落在石桌上，锦靴点在桌面，速度极快的一边带着莫离躲开陈不凡的进攻，一边回击。陈不凡没有想到景云竟然还有这等厉害的身手，表情很是惊诧。之前说逍遥王并不是多年的病秧子，我还有些不相信，现在倒是信了。那你信不信？今夜本王不仅能从你这平州全身而退，还能将平州从你手中拿回来。逍遥王若真是有这个本事，我也是服气的。只是不知道景宁帝愿不愿意让你来收回平州呢？事实胜于雄辩。好啊，那我拭目以待。只是今夜不知道王爷能不能离开平州。陈不凡话音刚落，周围的墙边突然窜起众多小兵，手持弓箭，全都对着莫离和景云。先站会儿，待会儿再抱你。都已经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说笑话？陈不凡见这两个人还在打情骂俏，脸色顿时不好，这分明就是不将他们放在眼中。放箭！一声令下，那些对着景云和莫离的长箭就要射出。可还不等那些人动作，景云却踩着逍遥步，速度极快，犹如残影一般，在众人的面前扫过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手中的长弓上的弦尽数断去，手中的弓箭就犹如废物。别说其他人，就连陈不凡也没有反应过来。见到景云重新站回莫离的身边，手上还拿着那把随身带着的匕首，陈不凡脚步微动，这次却不是进攻，而是隐约有些站不住，目光打量着景云，突然冷冷问道：哼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这个步伐？与你何干？好。莫离被景云抱在怀中，正想要看看那个陈不凡还想要怎么样，刚一回头，便看见一只通体血红的小兽龇牙咧嘴的朝着他冲过来。莫离皱眉，抽出一张符纸，朝着那分辨不清楚是什么的小兽打过去。抱着莫离的景云也连忙避开，身子微侧，等站好的时候，面前只有那只血红的小兽，却不见陈不凡。你是妖？大靖的皇帝，我当定了。你这是被人扒了皮不成？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
莫离一连抽出几张黄符，可对这个陈不凡却半点作用也没有。每次符纸都是落在了陈不凡的面前，陈不凡不仅直接用爪子将符纸扫开，甚至还张开口，将莫离的符纸一口吞了下去。阿离，你不觉得他有些眼熟吗？景云总觉得这个形状类似小狗的动物，他在哪里见到过？陈不凡，你一个妖怪要当什么皇帝啊？谁说了妖怪就不能当皇帝了？你们两个都长得很好看，披着逍遥王的皮，我就不用占着一个平州，只要去了盛京，将景宁帝他们杀了，就可以当上皇帝了。异想天开。是不是异想天开？你等我坐上了皇帝的位置，我就知道啦。陈不凡猛地扑下，张着嘴，想要一口将莫离和景云吞下。景云的速度也不慢，带着莫离瞬间避开，也不知何时从腰间又重新取出那把匕首，朝着陈不凡的脖子大动脉刺去。陈不凡也不躲开，只是转头，阴冷的兽目中透着玩味，似乎在等着看景云惊愕的表情。景云挥动手臂，明明看见匕首刺了进来，却好像扑了一个空，半点刺入血肉的触感都没有传来。紧接着匕首顺着往下滑，不仅没有丝毫感觉，看着匕首明明在陈不凡的身体里破开了一个口子，可随着匕首滑下，上面却快速的愈合，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一刀划过。阿云，我们先走。好像是一只狐狸。快走！景云脚下踩着逍遥步，几个转身只能让人看见隐约的残影。等陈不凡回过神来要找人的时候，已经不见了两人的踪影。主子，如何了？这个陈不凡很奇怪，他身上没有妖气，没有鬼气，也没有人气。不对，应该说他的身上好像没有半点气息。没有鼻息，难不成是鬼？鬼？主子，莫姑娘，先回营帐吧。这外面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回到营帐，莫离顾不得换衣服，而是翻着之前带来的背包。他不知道自己要离开盛京多久，便让蓝扶桑将他的东西都收拾好，直接装在背包里带来了。翻出墨家的册子，想要从书里找到有和陈不凡相似的东西，一张一张的翻过，却怎么也没有找到有和陈不凡稍微相似那么一点点的妖怪。景云也没有闲着，让天东搬来了平州的布局图，回忆着自己在平州内躲避陈不凡时走过的路，想要再确定一番城中的情形。阿云，你的匕首再给我看看。景云一愣，直接将匕首放到桌上，见到莫离有些疲惫的神态，朝着莫离张开手臂。过来。莫离早已习惯了在景云的怀里做事，拿了匕首就直接躺在他的怀中，闻着景云身上好闻的味道。你若是累了，便休息会儿，不急于这一时。你若是累了，便休息会儿，不急于这一时。我不累，只是今早把这里的事情解决了，我们就可以回盛京了呀。你想回去了？我不是想回盛京，我就是想我们的家了。燕王府对莫离来说不仅仅只是一个住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是景云的家，所以也是他的家。好，再过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摩挲着的时候，莫离不小心拉开了一点，匕首的刀刃很是锋利，不过是将手指轻轻碰了一下，指腹
便觉得一丝痛意。小心些。莫离笑眯眯的点点头，只是这一点头，眼神刚好移到了匕首上，刀刃上那一点血迹竟然渐渐的被刀刃给吸收进去了。这把匕首好像是活的。莫离的血液中也是含有灵力的，在某些妖怪和鬼的眼中，莫离就相当于是一盘大餐。这匕首好像也是如此。血液刚刚渗入，匕首上的那块宝石隐隐发光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要将脑袋给撞坏了。莫离哼哼两声，回头看去，景云因为撞到了下巴，薄唇被牙齿磕出了一道小小的口子，上面渗着血丝。帐中烛火下，两人的五官本就显得朦胧，因为这朦胧倒还显得别样的美感。景云的薄唇隐隐带着血光，竟带着魅惑。莫离深吸一口气，定了定心神。他之前也知道景云这人长得好看，却第一次见到他这样妖孽的样子，犹如高高在上的神堕入修罗，正气凛然中又带着一丝丝的邪气。这个匕首，你原来可见过血？莫离咽了咽口水，略带结巴。谁知景云却故意伸出舌头舔了舔唇上的血迹，装作刚才什么都没有做的样子。从未。还不等莫离说话，又道：我这里也没有。指着自己的唇，景云唇上带着水光，桃花眼中泛着隐隐流动的情丝。怎么了？你……莫离抿着唇，顿时觉得脸上一阵燥热。景云这是在勾引他。好好说话。我要回家，你说了会让我快些回家的。景云原本还得意的小眼神顿时暗了下来，他好不容易渲染起来的氛围就这么被莫离给打破了。虽然我不知道那个陈不凡是个什么妖怪，可是我倒发现了另外一个线索。这张地图是我让之前寄家在平州的人给我的，平州的建筑小路仔仔细细的都在这里。随后又从一旁拿出了一张折起来的地图铺开。这个是从圣经带过来的，你看出来这两张有什么区别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一口井。井？这里是一口枯井。我之前还有些不明白，为什么这条路可以直接穿过地图的城墙到外面来。画地图的人现在平州没有出来，只传出来这一张地图。今夜去看了之后，我在避开陈不凡时特地弯到了那里去看看。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先不管陈不凡，想办法从中占领了平州再说？打！我要光明正大的打进去。这里可以作为突袭，但是我去平州一定要从城门口让陈不凡看着我进去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明日阿丽便知道了。我这个人孤单的太久，习惯了总是隐藏自己。阿丽，你要慢慢了解我才行。公子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公子，稍安勿躁啊！扶桑，你这是……这还不是为了公子你？那平州城内的是一只狐妖，被逐出了屠山族。你先说说，那陈不凡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啊？公子知道那只妖怪叫陈不凡？已经交过手了。那陈不凡原本就叫屠山凡，只是他在族中出身低微，心思却不单纯，在屠山族搞出了不少事情，就为了能够在族中得到权力，结果还没有做什么就被屠山族的发现了。哼，公子，你可知道这屠山淼是怎么说的这个陈不凡的吗？怎么说的？他说啊，这陈不凡自命不凡，却只是一个蠢材。屠山一族没有直接要了他的性命，也是可怜他。谁知道他竟然还不消停，
愚蠢之极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又暗中回涂山族，想要修炼禁术勾魂术，结果被长老发现，受了天雷刑。几道天雷将他那身狐狸皮都给劈没了。涂山族的人以为他死了，就将他给草草埋葬。谁知这个陈不凡也是走了8辈子的运，被那几道天雷劈的禁术成了。那他身上为什么没有妖气啊？就算是勾魂术，那也不可能隐藏了他的妖气才对啊。这勾魂术原本就是勾别人的魂魄的，可这个陈不凡竟然还能勾出自己的魂魄。公子啊，这个陈不凡没有那么好对付，您还是小心为上的好。蓝扶桑回来了，有心事啊？不算心事。方才扶桑从圣经带回来涂山淼告诉他的消息，现在在想要如何对付陈不凡才好。就算是现在对付不了陈不凡，我也有办法将平州取回来。你不要太费神。哎呀，我没什么，我也许久没有动动手脚了，再这样可是要废了。那明日就让你大展手脚。只是现在，景云目光落在蓝扶桑的身上，就算是变成了狐狸，也不能靠莫离如此近。2根手指捏着蓝扶桑的后颈皮肉，将他直接拎了起来，朝着门口喊道：天东，这不是扶桑吗？照顾好他，等他醒过来，就让他尽快化作人形。军营里一只狐狸乱窜，也不怕被后厨给炖了。为免自己的好朋友被后厨炖了，天东连忙抱着变成狐狸的蓝扶桑离开。天东走后，莫离这才挑着眉，一副没想到的模样。你现在还会吓唬人了？我一直都会。杜将军，有事吗？只见杜青身子摇晃着，朝着景云行了个礼，又对莫离点头示意，算是勉强完成了礼节。然后站在景云面前，猛地跪在地上。杜将军，这是为何？求王爷莫要沉迷女色，收回平州要紧呐！此话一出，莫离第一个没忍住的笑出了声。如果说景云沉迷女色，那他还觉得自己挺有本事的。莫姑娘，老夫知道你很有本事，在圣经也是大名鼎鼎，可这里是军营，一个女子在军中本就不对。莫姑娘，老夫知道你很有本事，在圣经也是大名鼎鼎，可这里是军营，一个女子在军中本就不对。如今还日日缠着王爷，惹得王爷不理军事，这样合适吗？不是我缠着阿云，是他日日缠着我。还有，你若真的觉得阿云做的不对，大可以光明正大的来，何必喝酒壮胆，还来磕头下跪这一出啊？哼，若不是你的话，王爷又怎么会几日做出错误的决定？若不是你，又如何会几日按兵不动？不过是一个平州罢了，我等还能打不下来吗？好啊，你这么厉害，现在倒是去打呀！若是你可以靠近平州城门半分，我便在地上给你磕头。你当我不知道？莫姑娘，你精通术法，这平州城门口的异事，只怕是唯有你能有办法解开吧？既然如此，你现在还来得罪我？莫姑娘，老夫这一跪，只怕你担待不起。担不担得起，我说了算。哼！莫离走后，景云背手立在杜青面前，他知道杜青今日醉酒前来是为了什么。王爷，本王知道你的意思。杜将军，你可知道本王待阿离如何？你可知道，若不是阿离，本王绝不会来这军中。你又知道你方才那般举动，如果不是因为你真心对大境对百姓，本王早已将你打出这营帐了。王爷恕罪。出去！景云不过冷哼一声，
却也将杜青吓得一身冷汗。杜将军在军中饮酒，自己去领罚。杜将军在军中饮酒，自己去领罚。是。杜青走后，小王爷好大的威风啊！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今天就应该会有动静了吧？可现在也不知道城门口的究竟是什么，你打算怎么对付呀？自然是有办法的。陈不凡，哼，他倒要看看一只鬼不鬼妖不妖的东西究竟有多不凡。不过有件事情需要阿离去做，你可注意到了，昨夜在平州除了陈不凡的人，并没有见到其他人。你是要我去找那些被陈不凡关起来的平州百姓？你怎么就知道我能找到他们？若是连阿离都不能找到，只怕这世上没有人能找到了。那是自然。当日傍晚，景云突然点兵，军中没有半点准备。不过身在军营，本来就要面对突袭，加上景云点兵的流程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那些小兵也迅速地集合了起来。今夜突袭，今夜由杜将军领兵先行突袭。是。出军。王爷，城门已破，我们是否要继续？杜青万万没有想到，景云这招竟然如此厉害，一个人未出，只是用了几十匹战马，便将平州的城门给破了。你们若是过来回答本王的问题，本王饶你们一命。大人，于小人无关呐，小人也是被逼着来当山贼的。那个陈不凡逼小人的，与小人无关呐。景云，陈兄，今日这刚一见面就如此，本王还有些不习惯。作为见面礼，本王帮你把这些叛徒给解决了。一剑便又杀了一个人。景云，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。真不知道圣京城里的那些人眼睛是怎么长的，你这样的人竟然还会觉得你毫无威胁。多谢夸奖。陈不凡，你为何要当皇帝？怎么，逍遥王突然愿意帮我了？那景宁帝待你如何啊？待你这个姘头又如何？非要效忠这样一个人，你才乐意？你说我如何无妨，可说阿离。便见景云身形微动，足尖点在马灯上，身子腾空而起，拔出随身带着的长剑。冷冷星光之下，剑光飞舞。陈不凡试图躲开，奈何景云脚踩逍遥步，速度极快，逼得他想要退回平州城内。可景云却眸子微动，目光在平州城门稍稍停留，随后动作更快。陈不凡不得已，为了避开景云的动作，只好重新变回人形，手中也不知何时拿着一把剑，与景云厮斗在一起。这边景云与陈不凡打得正激烈，那边的莫离按照景云的地图，从那口枯井中钻了出来，背后扒着一只通体雪白的狐狸。哎，扶桑，你去看，能不能够找到平州百姓？化作狐狸原形休息的蓝扶桑无奈地醒醒鼻子。他是狐狸，虽然是半妖，可毕竟是狐狸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莫离竟然将他当成狗来用。有人吗？有狐狸的味道。你先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大胆，竟然敢擅闯陈大人的宝库！宝库？你若让开，我便放了你；若是不，休怪我剑下无情。狐狸蹬着后腿，全身做准备进攻的状态，突然的朝着莫离跃去，利爪露出，隐隐带着红光。敕令，天雷令！黄符上倏地冒起一阵电光，
天空中陡然响起一道惊雷，正好劈在了面前这只小狐狸的身上。你主子受了雷刑，便也让你试试这天打雷劈是什么滋味。那只狐狸不过是刚刚修炼成2尾，这天雷一劈，哪里还有还手之力，身子僵硬地落在地上，之前还油亮的皮毛此刻冒着烟，还带着烧焦了的味道。一脚踢开那只狐狸，莫离转身准备去房中看看那些平州百姓是否在其中，却不想竟然看到一批剪纸小人儿蜂拥地从屋内飞了出来。莫离，好久不见，不知道如今我这番模样，你还能不能认出来？浣纱，许久不见，你倒是变得年轻了。如今我有这容貌，皆是拜你所赐。没想到这次来平州的会是你和景云，当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。上次不能杀了你，这次你可没有这么好的命了。浣纱抬起手，挡在门口的那些纸人纷纷颤动。杀！扶桑，自己寻个地方睡好。公子，你太不怜香惜玉了。浣纱，你换了一个躯壳，之前的灵力便没了吧？莫离，你不要得意，今日我受了，日后也会让你尝尝这些滋味。刚一抬头，却见浣纱手中不知拿着什么，手指微动，莫离便觉得心口陡然剧痛，仿佛要将自己的心撕碎成2半。剧痛让莫离的脸瞬间惨白，膝盖一软，跪在地上。莫离，我说了，我受的，日后你也都会受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莫离想要吸气平复心口的剧痛，胸腔刚一动，那剧痛更是猛烈，逼得他只能刻意的放慢和放轻自己的呼吸。手持驱魔剑，莫离撑着地面站起身，眉头紧皱，脸色犹如金纸，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，生生忍住心口的剧痛。没有了狐狸和浣纱的阻挠，莫离很快就进了屋子。借着驱魔剑上的金光，莫离看清楚了这间屋子。屋子极大，除了几根柱子便没有其他的东西。而这屋子里也的确是平州的百姓，只是里面的场景却犹如修罗地狱。莫离下意识地咬紧牙关，饶是他见多了各种恶鬼，见多了各种血腥场面，却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。那些平州百姓全部瑟缩着身子，浑身颤抖，目光有些涣散。那些孩子更是肩头耸动，眼眶里流着眼泪，却不敢哭出声来。而在这些活着的人身边，是一具又一具被剥了皮的尸体，有的被随意地扔在了地上，有的则是被吊在了房梁之上，还有的被扒了皮扔在地上。而这其中很多人都还活着，浑身剧痛也不敢哀嚎，只有一双眼睛打着转，眼里透出求死之欲。姐姐，姐姐，是来救我们的吗？我是燕小王爷派来救大家的。燕王爷，燕王府没有放弃我们，燕王府来救我们了。小王爷来救我们了。莫离眼眶微红，这些人对燕王府，对已经离世的燕老王爷，对景云，原来都这么的信任。幸好他没有辜负景云，也没有辜负这些人对燕王府的信任。大家跟我走，小王爷在城外拖住了陈不凡，大家快点跟我走。怎么了？可是爹爹还在那里。他们死了，
你们却还能报仇？你们若是也死了，谁来替他们报仇？阿云现在还在城外拖住陈不凡，我不知道你们如何想的，可我想尽快的回到阿云的身边。我与你们一样，不希望身边的人出事。你们尽快与我走，我保证，我和阿云一定会给他们报仇的。平州太守可在？太守为了救我们，是第一个被陈不凡给杀了的。你可是平州人，对城内是否熟悉？哦，小人自小便在平州长大，是客栈的跑堂。好，你在前头带路，带大家去这口枯井，井内有路，可以按照这地图可以出城，城外便有人接应。今日便要将平州重新夺回来，你们先出去，太阳升起的时候，这平州便又是你们的家园。许是受到莫离的气势激昂，这些原本被屋子内景象吓得不敢作声的人纷纷高呼起来。在那名男子的带领之下，众人很快就从宅子里逃了出去。这边的动静已然引起了城外陈不凡的注意。陈不凡几次想要回城，却都被景云拦了住。